1630年，袁崇焕被判凌迟处死，割了3248刀，刑法持续了3天才断气。刽子手每割下一块肉，都被百姓花钱买下拿去泄愤，最后只剩一副空空的骨架。直到行刑那天，袁崇焕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。他出了牢房，被五花大绑着押到刑场，看着自己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要将他千刀万剐，他拼死护卫的百姓怒视着他，骂声不绝。他神情悲愤难抑，作诗一首：一生事业总成空，半世功名在梦中。死后不愁无勇将，忠魂依旧守辽东。这个死了都要守卫国家的人，究竟为何会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呢？崇祯2年11月初1，皇太极率领8旗大军倾巢而出，兵锋直逼北京。崇祯皇帝听闻消息后慌了，但他反应奇快，甚至快得有点过分。还没打开城门让老百姓躲入北京城，还没把城郊的粮食都搬进城里来，崇祯就宣布京师戒严。可笑的是，这会儿人家后金的大兵还远在长城边上，半个月后才打过来。此时朝廷才想起来要征兵，要选将，要防奸细，要备粮草。北京城里一下子彻底乱了套了。乱到什么地步？刑部大牢竟然逃了200多人。刑部尚书乔允升着急下狱，北京城墙发现修筑的不结实。工部尚书张凤祥下狱，兵部尚书王洽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个草包，被崇祯关进了监狱。继任的申用茂也是个废物，被崇祯罢免。后金还没打到，北京城内4个尚书已经被崇祯自己干掉了。就冲这一点，满清入关后高低得给崇祯一个镶黄旗。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温体仁在他的家书里提到当时京师的情况，人人都在谋求自保，无人关心国家。京师戒严半月以来，只有一些老弱士兵在风雪之中守城，每天还会被冻死几百人。没想到国家武备废弛到了这种地步，城里的人有大半已经逃往南方去了。随后命令不准携带家眷出城，于是一些女眷便扮作男装，或是藏在箱子中，但往往会被守城之人发觉。京师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而这个治乱之源，首先就因为皇帝本身不镇定，这也不是崇祯第一次这样了。在崇祯刚登基的时候，辽东局势紧张，朝廷似乎忘记还有一个孙承宗，君臣放眼望去，就只有一个袁崇焕可用了。于是紧急将刚刚罢官的袁崇焕重新启用，亲命兵部尚书、监督察院右副都御史，而且还敦促上道。按当时规矩，被任命这样职务的大臣一般都要书辞以表示谦虚。袁崇焕的作诗函况4月召入阁，辞职报告打了3次，皇帝不许了3次，玩了8、9个月，终于到任。到袁崇焕这里可不敢这么玩，第1天就令他走马上任，可见重视之极。应该说，从袁崇焕上任以来，崇祯皇帝对他是超越一般的信任，甚至连崇祯自己极不情愿的事也答应了。第一件事是袁崇焕请求发饷，崇祯不想给，也实在缺钱。朱颜如就说了，古来名将是可以让士兵罗雀绝属的吗？要是给饷辽东，那9边也都要给，所以最好有个长久的办法。潜台词其实就是全部都不给。崇祯当时听了很高兴，身体振兴者莫过周侍郎也。不过最后崇祯还是给袁崇焕发饷了，哪怕其他地方的军队都欠饷3年了。第二件事是袁崇焕想卖粮给蒙古人，以拉拢他们共同对付皇太极。崇祯早就下旨绝不给蒙古粮食，但最后还是格外恩典，准袁崇焕卖粮给喀拉沁的苏部地部。就在皇太极快要打进关的时候，崇祯皇帝还给袁崇焕加了太子少保衔。也因为有这样的信任，袁崇焕在任的1年多时间里，关宁军出成规模。这支军队和关宁井防线是袁崇焕留给大明王朝最丰厚的、最宝贵的军事遗产。这恐怕也是崇祯皇帝一生中难得一件算是英明的事情了。皇太极进兵的消息传来，孙承宗也被召入京，崇祯马上任命他作为总指挥。听说袁崇焕也率领关宁军进京勤王，崇祯立刻又任命袁崇焕总领各路援军，让孙承宗去守通州。袁崇焕从宁远率兵入关，5路并进，终于先一步抢到了冀州城。上战伐谋，攻心未上。皇太极攻冀州不下，于是放出谣言袁崇焕跟我们是一伙的。然后他撇下冀州城，率大军直奔北京。
袁崇焕只能放弃冀州，绕道河西务，再一次抢先到了京师。谣言也像风一样跟着来了。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，不仅需要制造者，更需要传播者。普通民众恐慌之时没有主心骨，对谣言的传播具有非凡的能力。由于袁崇焕与宦官交情不好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，一些关于袁都师奸臣卖国的消息在市民之中流传开来。再有就是京师本地的守军，京师三大营看到比他们会打仗的关宁军，绝不会凭空生出好感。许多不堪入目的谣言都是从三大营这里散播出去的。流言仅仅针对袁崇焕一个人，而最终的听众大概也只需要一个人，那就是英明的崇祯。崇祯2年11月17日，袁崇焕在北京城下率兵与皇太极鏖战，最终明军胜利，暂时挫去了皇太极的锐气。初次接见了袁崇焕的崇祯表现出极大的英明，他没有相信任何流言，还把自己的貂皮大衣披在袁崇焕的身上。但袁崇焕请求部队像满贵一样驻扎京师的瓮城休整，崇祯第一反应是不许，想必他也是听到了什么。后来皇太极抓住了2个太监，无意间透露他们与袁崇焕合伙的机密，然后再不小心让他们逃走了。这2个太监自然会跑到了皇帝那儿邀功请赏。皇太极又给崇祯皇帝下书议贺，提到了袁崇焕和毛文龙2个人。没过几天，崇祯紧急召见了袁崇焕，询问为何要杀毛文龙。袁崇焕错愕了，杀毛文龙已是半年前的事，他不知道崇祯为何在现在这个要紧的时候问出来。不等袁崇焕回答，崇祯就命锦衣卫将袁崇焕下狱。内阁大学士承机命叩头请崇祯慎重，大战之际把自己主帅逮起来，那还打什么仗？就算袁崇焕有问题，也不是这个时候。但崇祯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大臣们这时候纷纷上书解救袁崇焕，替他伸冤，甚至有人愿意带着全家人一起代替袁崇焕坐牢。可越这样，崇祯的心里越不舒服。同时，北京城外的局势愈发焦灼。代替袁崇焕的满贵誓师出征，仅仅2天后就全军覆没。就在袁崇焕下狱第4天，督察院捉获奸细刘文瑞等7人，说袁崇焕和他一起通敌。崇祯下旨赶紧审。审问官是正直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李若莲。审讯的结果令皇上失望了，这不是奸细。于是崇祯令李若莲的上司北镇抚司都指挥使刘乔再审。刘乔告诉犯人，如果不按他交的供词，就当场夹死。于是获得了袁崇焕通敌的确凿证据，证人被当场杀掉，而对外声称是逃跑了。李若莲则立即被降2级。不服气的人当然有，一些大臣仍然在为袁崇焕申辩，这些争取有了一定的结果。或许正是战时，不能一下子把事情做绝了。崇祯似乎准备释放袁崇焕，这时候有人坐不住了。皇太极兵到北京城下以后，最早怂恿崇祯逮制袁崇焕的是谁呢？根据温体仁家书，袁崇焕被抓，最早就是他密奏皇帝促成的。温体仁在大战之前刚刚入阁，但他还不满足，还想成为内阁首辅。此时的内阁首辅正是袁崇焕的作诗韩况，内阁次辅乾隆熙则是当初极力推荐袁崇焕的人。温体仁如果想再升官，袁崇焕是最好的理论炮弹，攻讦袁崇焕可以让当朝首次辅全部倒霉。所以温体仁连上5书请杀袁崇焕。现在放了袁崇焕，他温体仁就倒霉了。如果崇祯一旦承认抓袁崇焕抓错了，按他的个性，温体仁就要被推出来当替死鬼，以抚慰袁崇焕。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温体仁必须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整死袁崇焕不能罢休。袁崇焕从诏狱被发往刑部审理，主导审理案件的就是温体仁。温体仁很用心地给袁崇焕罗织了罪名。袁崇焕杀毛文龙、卖粮给蒙古人都是现成的材料，完全可以发挥出一个足以被凌迟的罪名。1629年，袁崇焕在东花市斜街被凌迟处死。一些史籍上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景象，由于百姓误以为袁崇焕已经通敌，因此争了上去撕咬袁崇焕，使得将军体无完肤，浑身都沾满了鲜血，死相极为恐怖。那一年，袁崇焕仅仅只有46岁。由于袁崇焕所犯下的是最严重的通敌大罪，整个朝堂之上都没有人敢为他收尸。袁崇焕之死
死于一个猜疑极重的主上，死于一个只谋自己前程的内阁，死于愚昧无知的小民。有句话叫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反过来说，当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中时，国家可以说完了。